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很多人只知道尿酸过高会引起痛风，其实对肾脏的伤害呢也是非常大的。尿酸长期超标的人，如果睡觉有3种表现，就说明肾脏受损了，要及时调理。表现1：晚上睡觉腰疼。大家都知道肾脏在腰的2侧，如果体内尿酸过高，危害了肾脏健康，那么晚上睡觉时就很容易感觉到腰酸腰痛，这时呢要多注意。表现2：睡觉时身体水肿。肾脏是负责水分代谢的，如果肾脏出现问题，体内水分排不出去，睡觉时就会出现身体水肿的情况。表现3：睡觉时口渴。很多尿酸高的人经常会出现半夜口渴的情况，即使喝完水之后还是感觉口渴，这也是肾脏出现问题的一种表现。那如果你出现这3种表现，就要及时的降尿酸了，养护肾脏了。那建议大家平时要多喝水，也可以呢在水中放点蒲公英根。蒲公英根药用价值很高，有利尿消肿、促进尿酸排泄的作用，所以没事喝点，有利于平稳尿酸，保护肾脏健康。话说50知天命，当然过了50岁后更应该注重养生了，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注意。若能够做到3不贪，身体或许不会太差，离长寿也会更进一步。第一，不贪闲。很多人到了50岁，生活基本稳定了，这时候压力也没有那么大了，所以整个人就闲下来，变得越来越不愿意动，这是对身体健康非常不好的。建议大家多进行运动，这样可以提高身体素质，对长寿有帮助。第二，不贪喝。很多人过了50岁，没事的时候呢，就喜欢喝酒。建议大家要少喝酒，因为50岁后身体的新陈代谢变慢，如果经常喝酒，对肝脏健康不利，所以想要健康长寿，最好不要喝酒。第三，不贪吃。50岁后人的新陈代谢变慢，这时身体很容易发福，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体重，尽量在饮食上控制一下，不要太贪吃。身体太胖也容易影响寿命，所以不想身体太差，平时要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，这样也能离长寿更近。60岁后想要长寿，3件事尽量少做，或许能为寿命加分。尽量少抽烟。现在不管男女，很多人都有抽烟的习惯，而60岁以后，可能很多人已经有数十年的烟龄了。大家都知道，香烟中有很多的有害物质，对于肺部的伤害特别大，所以中老年朋友想要身体健康，60岁以后就尽量少抽烟，以免影响寿命。尽量少吃咸菜。咸菜属于腌制食品，在腌制的时候呢，会加入大量的盐分。如果老年人摄入过多的盐分，很容易使血压升高。所以不管男人女人，60岁以后要尽量少吃咸菜，这样对身体健康有利。尽量少熬夜。晚上有一个好的睡眠对身体排毒有帮助，尤其是老年人，如果经常的熬夜，那么就会影响身体的新陈代谢和排毒，不利于身体的健康。所以60岁以后要尽量的避免熬夜，有一个好的睡眠习惯，这样对健康长寿才有帮助哦。经常会在朋友圈看到有人说自己失眠了，大半夜的睡不着，第2天还要工作呢。其实呢，经常失眠睡不着，很可能是身体缺乏了2种营养，最好呢早做调理。缺乏了维生素 B6。维生素 B6 是人体所必需的，如果长时间的缺乏，会影响身体的新陈代谢，从而使人出现失眠多梦、情绪波动大等情况。建议大家呢可以多喝一些牛奶，因为牛奶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B6，可以帮助缓解失眠。缺乏色氨酸。很多人不知道色氨酸是什么。色氨酸呢是一种氨基酸，对血清素和褪黑色素的产生有很重要的作用。那色氨酸呢相当于一种天然的安眠药，如果体内缺乏的话，就可能会出现失眠的情况。那建议大家呢可以多吃一些谷物，比如小米。小米是谷物中色氨酸含量最高的，那经常失眠的朋友可以多吃一些。生活中便秘是很常见的一件事，虽然便秘不是什么大问题，但是长期便秘也会给身体带来危害，而且便秘的痛苦也只有自己才知道。那该怎么缓解呢？可以试试下面这2种食物，可以帮助很好的改善便秘。第1种，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。生活中含有维生素 C 的食物有很多，比如萝卜、豆芽、猕猴桃等。
在我们肠道内，维生素 C 是乳酸菌的食物之一，所以经常吃这类食物可以增加益生菌数量，有润肠通便的效果，能够很好的帮助改善和预防便秘。第二种，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。我们身边有很多食物都属于膳食纤维食物，比如红豆、海带、木耳、玉米等。食物中的膳食纤维分两种，水溶性和不溶性。那经常吃这类食物可以帮助软化粪便，刺激和加快肠胃蠕动。那便秘的朋友多吃这类食物，可以帮助快速通便，让肠道越来越通。日常生活中，我们身体经常会和别人有一些碰触，那这是很正常的。但是呢，要注意有些要害部位最好不要乱碰。第一个地方，后脑勺。我们的后脑勺是非常重要的，可以说呢是生命中枢，但是后脑勺也是很脆弱的，希望大家不要乱碰。如果不小心被碰撞，很可能会有生命危险，所以大家要注意。第二个地方，颈部两侧。在我们颈部两侧有个颈动脉窦，这里是颈动脉搏动最明显的地方，它调控着人体的血压和心率。如果不小心压迫到这里，也可能有致命危险，所以大家也不要乱碰。第三个地方，四肢动脉。我们四肢的动脉也非常的容易受到伤害，如果不注意保护，也会危及生命安全，所以大家要注意。不管男人还是女人，上面这三个地方自己尽量少碰，最好也不要让别人乱碰。为了自己的健康，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。汗是很正常的一件事，那天气太热或者是运动完都会出现。出汗能够帮助我们平衡身体的温度，而且出汗还有一定的排毒作用。但是有些人非常爱出汗，那么出汗多也是身体在排毒吗？如果身上这个地方爱出汗，就可能是脾虚的信号了，大家需要多留意。这个地方就是手脚心。如果发现自己手脚心非常爱出汗，而且不运动，天气不热也会出很多汗，那就要小心了，就可能是脾虚了。长期脾虚容易导致人肥胖、体弱乏力、湿气重、免疫力下降等，对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影响。所以一旦发现脾虚，需要及时调理。平时多注意运动，运动可以改善气血运行，改善脾胃功能，还可以通过食疗多吃有健脾作用的食物，比如山药、薏米、红小豆等，这样多注意调理，脾胃才能慢慢的变好。现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，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健康长寿。那寿命长短怎么判断呢？可以看看身上两个地方，若出现发白的情况，说明与长寿无缘。脚底发白，大家都知道脚底离心脏比较远，如果血液循环好的话，那么脚底应该是红润有光泽的。但如果出现发白的情况，就可能血液循环出现异常，气血不足了，严重还会有脚底发冷的情况，对寿命长短有影响。建议大家每天睡前坚持泡脚，或者多按摩一下脚底，可以帮助补气养血。指甲发白，正常我们的指甲应该是有淡淡红色，而且透明度也很好的。但如果发现指甲上出现白斑，就要小心肠胃健康了，最好检查一下。想要保养肠胃，建议大家平时保证规律饮食，可以多按摩腹部。那养生先养心，所以想要长寿，生活中要保持乐观开朗的心态，勤于运动，遇事不斤斤计较，这样对身心健康都有利哦。不可错过的2味药材泡茶喝，清血管、防血栓，血管不堵，人长寿。第一种，山楂。当我们食欲不振的时候，很多人会选择吃一些山楂来开胃。山楂是一种天然的食物，同时也是一味药材。把山楂干制后可以入药。山楂的营养非常丰富，可以增强血管本身的条件，具有补气活血的作用。第二种，黄芪。黄芪根是有名的中药，黄芪的作用和功效也有很多。黄芪有非常好的补气效果。经常吃黄芪可以增强免疫力，提高体内的新陈代谢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对血管健康也有很大作用。大家可以将黄芪和山楂一起泡茶喝，能帮助清理血管内垃圾，让血管慢慢恢复健康。可以取适量的黄芪和山楂，先将它们洗干净后放在杯子中，然后加入热水，泡半小时以后就可以喝了。经常喝黄芪山楂茶
可以帮助预防血栓出现，血管通畅，人才能长寿。大家不妨试一试吧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。我们下期再见吧。